陆舟，别装死，再签了。陆志强，前世就是这个叫了我10几年兄弟的人，在2026年联手我的前妻叶曼妮，骗我父亲签字，吞掉周海资本，把我父母逼上绝路，最后把我逼上烂尾楼，结束一切。而现在，我回到了1998年，重生到了我年轻的时候。看什么看？陆舟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你爸妈是厂里的穷工人，你自己1个月工资不到300，你拿什么给我未来？曼妮能跟你过3年，已经是你陆家祖坟冒青烟。现在好聚好散，别耽误我女儿嫁好人。我怕母亲手术没钱，怕父亲工伤赔偿拿不到，怕自己一无所有。前世我签下协议，净身出户，还背下叶家30万担保债。还钱！这是我们只剩的钱。债主上门。小周，妈不疼了。父亲错过最佳手术时间，是我终生的痛。你这不算工伤，找劳动局去，找谁都行，别再来厂里闹。父亲因工伤救急恶化，被厂里踢皮球，含恨离世。我的人生就是从这张纸开始烂掉的。行，只要你签了，我可以让志强先借你5000块，给你妈交押金。周子，男人嘛要认命。曼妮跟着你确实受苦了，你放心，看在兄弟一场，我不会让你太难看。兄弟，你也配？陆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前世临死前曾看到过一闪而逝的金色提示，那时我以为是自己濒死幻觉，没想到他跟着我一起回来了，而且真的能看见未来。我警告你，别想拖，今天这个婚必须离。好，早这么识相不就完了？你又想干什么？第一，双方婚结婚后所有对外担保债务互不承担。第二，叶家以城南旧仓库作价抵偿夫妻共同财产分割，仓库交割后，叶家不得以任何由追索。城南那个破仓库，墙都快塌了，素人都没人要，你拿它当财产？陆舟，你果然没见过钱。那仓库漏雨、欠费、地段偏，你要它干什么？住进去当看门狗？签。行，你自己要捡垃圾，我成全你。前世我求过、恨过、疯过，可这一刻，我心里只剩下冰冷的平静。叶曼妮，从今天起，不是你甩了我，是我陆舟不要你了。别忘了把你留在叶家的东西搬走。这也是游戏开始了。事情说清楚，曼妮跟你离婚，是你陆舟没本事，不是我叶家亏待你。前世这把钥匙没有落到我手里。水电欠了3个多月，将来拆迁还得扯皮，赶紧脱手，3万块卖给那个外地佬算了。最后，叶家以3万块把它卖给了一个外地商人。3年后，省道改线，物流园落地，那名外地商人转手卖出了400多万。后来每次想起这件事，我都觉得命运在嘲笑我。原来翻身的机会曾经离我这么近。陆舟，你也别怪我现实，女人这一辈子不能吊死在穷男人身上。志强至少能给我体面。体面？周子，别酸，男人没钱，老婆留不住，很正常。罗志强，你这么有钱，怎么不敢替叶家那30万担保签字？什么30万？前世这笔债通过离婚补充条款，莫名其妙压到了我头上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是家里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当然跟我没关系，白纸黑字，你们自己签的。离婚后，叶家所有担保债务与我陆舟无关。刚才为了甩掉陆舟，根本没写陆舟，几年不见，你倒学聪明了。被狗咬过，总该知道绕路。你仓库不能给你，刚才是曼妮一时糊涂。离婚协议公证过，手印案了，你要反悔可以去法院。陆舟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拿个破仓库恶心我？我告诉你，就那种地方倒贴我都不要。记住你的话，以后别来求我。我求你，陆舟，你做梦！如果只看现在，这确实是一块废地，但我看见的不是废墟，我看见的是3年后的省道，10年后的物流园，20年后的城市新区。罗志强的人，虚假的兄弟，真实的仇人，等着瞧。一天只有3次，必须省着用，因为今晚还有更重要的人等着我去救。陆舟，你妈妈进抢救室了。爸，周子，你别急，医生说先交押金，你妈没事，没事。前世我没有救回母亲，这一次绝不能重来。6万，在1998年，这对普通人可谓是天文数字。厂里那边我再去求求，工伤赔偿本来就该给我，你别去找叶家，他们看不起咱，爸知道。爸，赔偿款早就批下来了，
你怎么知道？足够了，把我去厂里。你别冲动，马主任不好惹，他跟外面老板有来往。我知道，所以今天正好一起算。谁让你进来的？真实之眼一天只有3次，今天已经不能再用了。但前世的经验告诉我，人恐慌时眼睛会先看向最怕被发现的地方——抽屉。我爸的工伤赔偿批了吧？胡说！厂里困难哪来的钱？5月12号到账，临时账户财务章厂办签收。马主任，要不要我继续说？陆周，你听谁胡说八道？你一个离了婚的穷小子，别在这撒野！我离不离婚，跟你贪不贪钱有关系吗？你再乱说，我叫保卫科。叫，最好把厂长、财务、保卫科都叫来，大家一起看看你抽屉里的批复原件。各位叔叔，你们都在门外站半天了，不进来看看吗？批了，真的批了！马德贵，你把我们的救命钱藏起来！你陷害我，这是你放进去的！那就报警。陆先生，不用打了。银行审计系统刚查到，国棉厂临时账户有多笔异常转出。马主任，你最好解释一下，这些钱为什么进了你小舅子的建材店？前世我认识这个女人，江城银行最年轻的客户经理，后来成为省内最顶尖的财务风控专家。这一世提前了。你怎么知道这笔钱有问题？猜的。把赔偿金拿出来！谁是陈素梅家属？我是。病人情况突然恶化，手术要马上做。钱马上到。不是钱的问题，风险很高，家属要签字。之言，母亲的命只能冒险。手术暂时成功，今晚是危险期，熬过去就有希望。爸，妈还活着。你母亲这边押金够了，后续费用不够，可用名下资产申请短期周转。谢谢。你不像一个普通下岗工人的儿子。我本来也不是。哟，还真做上手术了，哪来的钱？这里是医院，你们别闹。谁闹了？我女儿好心，怕你们陆家死人没人收尸，特意来看看。看完了可以走了。陆周，我听说你去厂里闹了，还把马主任送进去了。和你有关。你现在变得真让人恶心。以前你至少老实，现在为了钱什么事都做。这句话，你该去跟罗志强说。陆周，我们也不跟你绕。城南仓库，你还给叶家，曼娜可以考虑多给你5万块补偿。5万，看见没？这才叫实在钱。你们守着那破仓库有什么用？漏雨、欠费、闹老鼠，迟早砸手里。陆周，做人别太贪，5万够你给你妈看病，也够你重新开始。 5万买不来我的低头。那你想要多少？多少都不卖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那仓库原本就是叶家的，现在是我的。怪不得一家子穷命，给钱都不会拿。再说我爸一句。陆周，火气这么大，不怕把自己烧死？仓库你拿着没用，不如卖给我，我给你10万。你不是说那是破仓库？破不配，得看谁用。周子，做人留一线。你今天把马德国送进去，已经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再拿着仓库不放，我怕你连给你妈守夜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威胁谁？你急了？因为你也知道，城南要变天了。看来他也听到了风声，但他知道不得完成，这就是机会。你到底从哪儿听来的？兄弟嘛，猜的。心里猛地一沉，他今天的真实之言已经用完，而这种人绝不会只放狠话。陆周，城南这边起火了！我刚好路过修车厂，看到这边冒烟，你得罪谁了？这火太大，城南这边雨太小了，一时半会儿根本扑不灭。你不要命了？里面有东西。什么东西比命重要？未来。必须速战速决。钱。
是28年，我见过太多项目被人包装，也见过太多真相藏在不起眼的附件里。真正值钱的东西，往往不会写在首页，而在题图、红线和批注上。你真疯了！走。你差点死在里面，就为了这几张破纸！这是省道预言线路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罗志强烧掉的不是仓库，他烧掉的是他最后一次低价抢走他的机会。原以为一场大火就能逼着小子低头，没想到他不但没低头，还从火里抢出了那份我想毁掉的图。那仓库真的要值钱的话，闭嘴！陆舟他像变了一个人，不是像，他是真的变了。接下来怎么办？修，都烧成这样了还修？修得越快，越有人害怕。钱呢？明天去证券交易所。你要炒股？火烧仓库只是开场，真正的第一桶金明天才开始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被人亲眼看着走。我要让所有人扫地出门的穷女婿，怎么从一座烧焦的破仓库开始，翻身做首富。你真打算拿这玩意儿去银行？不是拿这张图，那拿什么？拿这片废墟。兄弟，我知道你受刺激了，可银行不是收破烂的。你这仓库昨天还算仓库，今天顶多算火灾现场。你一晚上没睡就写这个？别小看这张纸，它可以救命。你守在这儿，我去趟银行。一座烧黑的仓库，你想贷50万？陆先生，不是我说话难听，你这资产现在连抵押价值都难评估。墙塌了，顶漏了，地偏了，还刚被烧过，别说50万，5万都难。陆先生，你要是缺钱给母亲看病，我个人可以帮你想办法，但贷款是银行业务，不是讲故事。赵经理，银行最看重的不是现在值多少钱，那看什么？看资产未来的现金流。城南3号仓虽然烧了，但地基还在，产权清晰，面积够大，距离老工业区批发市场南货站都不远。它现在不是仓库，是一个被低估的中转节点。中转节点？城南那地方狗都不去。这是修缮预算3万8，还有仓储备案流程。我准备接触的5家小商品批发商名单以及货运车队合作意向。这不是空想，上面的数字精确到短途月费和周转天数。这些东西你一个晚上做出来的？够不够贷50万？远远不够，除非你能证明城南未来会有政策倾斜。赵经理，我不申请普通抵押贷款，那你申请什么？民营从储试点临时受限。这项政策文件还没正式下发，只在内部会议上提过。江城供应仓储体系老化，南货站周转慢，小商品市场货物堆积严重。银行现在扶持一家民营仓储点，既能完成小微贷款任务，也能提前占政策窗口。这不是银行冒险借我钱，是我给银行一个漂亮的试点案例。陆先生，这些话是谁教你的？一场大火教的。恭喜，贷款申请进入特殊审批流程了。等一下，陆舟，你是不是提前知道省道要改线？有些事现在说你不会信，那什么时候我会信？等城南3号仓值500万的时候。贷款成没成？仓库这边来了2个人，说要收废铁，开口就问产权证在哪儿。罗志强的动作比我想的更快，等我回来，仓库要修，贷款要等，而我现在最缺的是钱。真正的战场不在银行，而在证券交易大厅。现在账户里有我从各处凑来的25万，赔偿款不能动，母亲后续治疗要用，仓库修缮还要钱，贷款审批没下来钱，我能动用的只有这25万。你确定这玩意儿能赚钱？能。那要是赔了呢？就去修车铺税。你倒看得开，这破股谁买谁死，套了半年了还跌，听说厂子都快停产了，赶紧割肉吧。还差3分钟。你不会要买这个吧？它都跌成这样了，所以便宜。那万一继续跌呢？就多买点。完了，你比我修车铺隔壁买彩票的老刘还疯。
先生，这只股票今天走势很弱，您确定全部买入？确定。小伙子，新来的吧？江南电器都烂成什么样了，你还敢全仓？年轻人，股市不是你家菜市场，这个时候买江南，不如把钱扔水里，还能听个响。要不咱少买点，留点修仓库。下单。交易确认，25万全部买入江南电器，成交价3.39元。跌停了，江南电器跌停了！小伙子，你这一进场就吃跌停，够刺激啊！陆周，咱25万没了多少？暂时亏了1万5。暂时？你管这叫暂时？真正的洗盘就要到了。罗总，陆周买了江南电器25万全仓。江南电器那只破股？对，刚买就跌停。看来我高看他了。那还跟不跟？盯着，只要他不卖，就先别动。你到底在等什么？2点57。什么？2点57，会有人抢葱。你连几点都知道？江南动了，开板了！谁在买？还没完啊！江南电器开了！你真不是人吧？停了！谁早上买了？谁敢买？咱赚了多少？今天账面赚5万左右。5万？就一天？这只是开始。罗总，江南电器涨停了！什么？陆周早上全仓买入，现在一天赚了10几个点。从明天开始，陆周买什么，我们就抢什么。那个穿旧衬衫拿25球全仓跌停股的年轻人，3天时间账户资金从25万滚到35万。他就是运气好，他肯定有内幕。别猜了，他就是个不要命的赌徒。兄弟，你现在是大红人了。不重要，我在乎的是另一件事。有人盯上我。全部卖出。它还在涨，你卖了。涨到头了。你昨天也这么说，结果它涨停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。资金到账36万8千，这比修车来钱快多了，也比修车死得快。记住，股市里最贵的不是股票，是贪心。这人和火灾那晚在仓库外拍照的人一模一样。有人跟着咱。罗志强的人。除了他，没人这么急。今天主动查看次数还剩3次，本来想用在2只短线股票和一个仓库修缮合同上，现在计划变了。目标华丰机械。华丰机械36万全仓，又全仓，机会难得。罗总，陆周买了华丰机械，确定？我亲眼看他填单，30多万全仓。跟多少？他30万，我300万。罗总，这股走势一般。江南电器之前走势也一般，陆周这个人一定知道点什么。这次我要在他前面吃肉。他真涨了。要让鱼咬钩，总得先喂点饵。陆周啊，陆周，你也不过如此。加仓，加仓，跑步前进。你为什么没买？我写错了，不行吗？你不是说华丰有机会？有。那你不买？机会是给罗志强的。你坑他！是他自己贪。300万，我300万全锁在里面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不是在跟陆周抢肉吃，我是被陆周牵着鼻子踩进了坑里。陆周，银行评估报告出来了，结果仓库估值可能比你想的还高。我知道，第一场真正的翻身仗要来了。省道改线，城南设区域物流节点，真的假的？那边不是荒地吗？荒地这红线呀，是不是从城南3号仓旁边过？城南3号仓这几天江城不少人都听过这个名字，因为它刚被烧过，更因为它现在在陆周手里。
妈，那个仓库去找陆周，可协议已经签了。签了又怎么样？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他骗你签的，他肯定早知道消息，故意坑咱们。这仓库必须拿回来。那时我以为他只是捡了一堆破烂，现在才知道他拿走的是一座金山。城南3号仓原资产评估价值，火灾后按残值测算不足2万，但根据省道改线和物流节点规划，银行重新估值。保守估值38万。38万？那破仓库！如果修缮完成，拿到仓储备案，并取得物流试点合作意向，半年内估值可能超过80万。陆先生，之前你申请的50万授信，我们可以批。50万？不过银行有条件，资金用途必须用于仓库修缮和仓储经营，不能挪作他用。可以。另外，顾经理会作为你的专项客行李，负责后续资金监管和业务对接。那就麻烦顾经理了。我只是工作。这工作可真好。陆周，你把仓库还回来啊！还？你早知道省道要改线，故意骗曼妮签协议，你真是差劲！陆周，我们夫妻3年，你怎么能这么算计我？这句话前世我也想问他，夫妻3年，他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母亲病死？怎么能和他联手吞他的公司？怎么能在他坠楼前还逼他签下最后一份债务确认书？可现在我不会问了，因为答案不重要。第一，仓库是你们主动给的，就那种地方，倒贴我都不要。城南那个破仓库，墙都快塌了，送人都没人要。你竟然录音！跟你们这种人打交道，总要留点东西。陆周，你非要这么绝吗？绝？叶满意，你拿我妈手术费逼我签字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绝？拿人家妈手术费逼离婚，难怪人家不肯。这家人也太不要脸了！没天理了，前女婿抢岳家财产了！报警！你敢！扰乱银行秩序，敲诈勒索，够不够？仓库是你的，但人可就不一定了。陆周，想要你爸活着，就把仓库合同拿来，一个人来，城郊老修车厂，半小时内不到，你就等着给你爸收尸。出什么事了？谁的电话？我爸被绑了，罗自强干的。除了他，没人这么报警！不行，他们敢打这个电话，就一定有人盯着我。现在报警，我爸会有危险。你一个人去更危险。你说的对，可我必须去。上一世我已经失去父亲一次，这一世哪怕前面是刀山，我也得走。这是城郊老马修车厂，我以前在那边干过。有后门吗？有，后院有个废料口能翻进去，但他们要是有人守着……我今天还剩最后一次真实。按照常理，我应该看绑匪，看修车厂，看危险点。可现在有个更好的主意。罗志强的秘书林小敏，他在假装打电话，他眼神一直往我这边扫。前世见过他。罗志强破产后，他曾经哭着接受采访，说自己弟弟的医药费被罗志强扣了3年，他替罗志强做了很多脏事，最后却被推出去顶罪。罗志强以为自己抓住了我的软肋，可他忘了，人心也有价格。林秘书，陆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弟弟在省2院，骨髓移植押金还差3万6，罗志强答应给你5万，拖了3个月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重要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绕，告诉我老修车厂有几个人，后门在哪儿？我给你弟弟交手术加金。林小敏，罗志强今天敢帮我爸，明天就敢拿你弟弟威胁你一辈子。你替他卖命，他不会救你弟弟，而我会。4个人，罗总没去，他让刀疤看着。你爸在2楼休息间，后院废料口能进，但那里有一条狗。那条黑狗还在，我认识它，它怕扳手敲铁拱的声音。还有，别从正门进去，正门门框上有一根线，只要推门，2楼的人就知道了。账户发我。你真会给钱。我陆州说话算数。你不能一个人去。我知道。你去老修车厂后门，别硬冲，等我电话。我早想揍罗志强那帮傻子了。我去找可靠的人报警，不走公开流程，先控外围。谢谢。开我的车，别用你的。陆老板胆子不小啊。合同在这儿。进来。他没走门。陆周，你敢耍花样，我现在就废了你爸！老八，你跟罗志强卖命拿到钱了吗？小周，别管我！他现在资金被华丰机械锁死，刚才款还不上，连叶家的担保都快爆了。你觉得他事后还有钱给你？
陆周，你赢了这一局。按第二套方案来。前世罗志强就是这样，他从不亲自动手，他永远躲在后面，看着别人流血，看着别人替他坐牢，看着别人一步步被逼到绝路。这一世，他还是想用同样的手段，可我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小周，爸没用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爸，这话以后别说，你和妈活着就是我最大的底气。外面2个跑了，剩下3个被我堵在后院，那这帮孙子怎么办？徐哥，保卫科的人到了。人都控制住了。谢谢。林小敏发来的。这才是罗志强真正的后手。如果今天他被逼签了合同，就算绑匪被抓，仓库也会先转到空壳公司名下。罗志强再让空壳公司破产，仓库产权就会被拖进烂账。够毒。顾经理，这份草稿能不能作为线索？能，但想咬住罗志强还不够。人都绑了还不够？他们只要咬字是自己要钱，罗志强最多被牵扯调查，没有资金、电话、指令、证据，他很快就能脱身。所以不能只打这一次。你想做什么？罗志强不是想要仓库吗？那就让他以为仓库快到手了。陆老板，我就是拿钱办事，真不是我想动你爸。钱谁给？你以为罗志强会救你？他已经准备让你顶罪。你进去，他继续拿仓库发财，你家里人1分钱都拿不到。走，等等，电话是罗志强手下打的，合同也是罗志强让我们逼你签的。罗志强，你以为你提前断尾就能全身而退？太晚了。罗总，刀疤招了！你说什么？他说了宏盛仓储，说了合同，还说了转账。陆周，你真以为赢了？罗总，你押在我们这批钢材尾款，明天必须结清。不是说好宽限3天？华丰机械停牌，你股票账户被锁的事儿，市场都知道了。你现在拿什么让我们信你？陆周这次真正要打的不是绑架案，是我的现金流。接下来呢？先让罗志强乱，然后毁他的现金流。这一局才刚开始。这地方真能赚钱？这家罐头厂前世撑到1999年就倒闭了，可它倒闭前有2样东西被所有人忽略。第一是覆盖江城周边7个县的小卖部供货渠道，第二是一张冷链仓储资质。在现在，这张资质没人当回事，可几个月后，一场南方洪灾会让一切都变成抢手资格。谁接手谁死，机器老，工人散，库存卖不掉，欠银行20万，欠供应商8万，工资还拖了2个月。我觉得他说的挺实在。周厂长，我不买厂，不买你来干什么？我买3样东西：品牌使用权、仓储和冷链资质，你手里的县域供货渠道。你这是想拆厂？不是拆厂，是让它活。说的好听，机器不要，工人不要，债务不要，你就想捡便宜？对，我就是来捡便宜。但我捡的不是废铁，是你们还没死透的生意。我可以先付15万，买下品牌3年使用权和渠道代理权，仓库和冷链资质我按月租，工人我留下20个熟工，工资当月结清。至于债务我不接，但我可以帮你把库存卖出去，卖出的货款优先补放工人工资。你真能卖掉库存？能。那些罐头都快压坏了，换包装，改小箱，走县镇批发。你一个搞仓库的懂食品？我不懂罐头，但我懂什么时候人会需要罐头。这不是临时起意，他早就算好了仓库、物流、食品厂之间的关系。仓库是节点，物流是腿，食品是货，3样连起来才是真正的生意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压价？我现在没得选，因为我以后还要你替我管厂。你比我懂生产，我只负责让货卖出去。这个厂是我守了半辈子的地方。可真有人要拆他的时候，我比谁都难受。现在陆周说能让他活，哪怕只是一线机会，我也想抓住。陆总，我丑话说前面，要是你只是想炒一把就跑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投的不是一批罐头，是以后遍布全省的货架。厂长，叶家那个女人来了。陆周，我知道错了。今天不能浪费次数，我太了解叶曼妮了，她不是来道歉的，她是来偷东西的。陆周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我妈不待见你，我也伤了你。可我们毕竟夫妻3年，你不能真的一点情分都不念。这是陆总前妻，漂亮，都离婚了还追到厂里，看来陆总真有本事啊！他哪是知道错了，他是知道仓库值钱了。叶曼妮，
有话直说。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不必。陆舟，你非要当着这么多人羞辱我吗？你当初在民政局门口让我签字的时候，也没避着人。我那时候是被我妈强迫的，志强也骗了我。陆舟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。人被推下楼一次，总会变。什么？没什么。景川，送客。陆舟，你真的忘了我们以前吗？男人一旦被扣上无情的帽子，旁人就会自动替我说话。每次叶曼拿旧情说事，我都会退一步。前世退到最后，父母退掉了尊严，退掉了公司，退到了天台边缘。这一世不会了。原来如此，复婚是假，偷合同是真。叶曼妮裹得在人包里的心机也不会骗人。曼妮，他心软了，果然，只要拿旧情压他，他还是会动摇。你要是真想谈，晚上来办公室。真的？真的。采购合同先放我办公室。陆舟，其实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，我总想起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对我多好。是吗？你现在还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？我去倒杯水。这么快？喝吧。谢谢。陆舟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告诉志强，陆舟准备大量采购南山国服厂的原料。他拍走的是假的。罗志强会高价抢南山果铺厂的货，可南山那批货有什么问题？雨季仓库进水，表面看不出来，3天后就会发霉。你这是让罗志强自己跳坑啊！不是我让他跳，是他贪。怎么会这样？罗总，全没了。罗志强，你刚才款、原料款股票亏损加起来快80万了，明天之前还不上，别怪我们上门。叶曼丽偷回来的不是合同，是陆舟递给他的刀，而这把刀正扎在我的现金流上。南方多地暴雨成灾，部分乡镇交通中断。有罐头吗？方便吃的都要。多少钱一箱？全包。全包啊！陆总，他们真抢啊！卸货。给我5箱，我出现金，我有车，马上拉走。这比我们厂过去1个月卖的都多。老周，你现在信我兄弟了吧？陆总，我服了。这只是第1车，后面还有3车，厂里库存都卖完了，生产来不及，所以不止卖我们的，附近3家小食品厂我已经谈过代工。预付款收上来后，足够启动第2批生产。但市里刚才来电话，想征用一批方便食品。征用？不给钱？不是不给，是走流程，钱到账会慢。我们刚活过来，资金不能断啊！给，真给？给1半，但我要一份东西。你就是江城罐头厂现在的负责人？是。听说你们手里有一批方便食品，有。现在救灾紧急，市里希望你们配合。 5000箱罐头，我捐2000箱。2000箱，这可是真金白银。你有什么要求？我要临时救灾物资运输通行证。你要跑物资线？对，你一个小老板，凭什么？国营仓库调度慢，南货站积压严重，城南3号仓距离省道最近，能做临时中转点。我们有仓库，有车队，有食品，有人。今晚之前，我能把第1批物资送到3个县。你不要报酬，不要，我还不要功劳，也不要表扬，我要通行证，合法的、盖章的，能跑全省救灾线的通行证。我只能给临时权限，临时就够。罗总，陆舟拿到了救灾通行证。什么？他不但卖空了罐头，还开始跑物资线了。刚才股票原料我连续亏，陆舟却踩着每一步越走越高。他这是要抢我的运输线。罗总，想不想翻盘？车牌记好，路线看好，谁敢掉队，回来别说是我兄弟。资金还能撑7天，足够了。你把2000箱罐头运出去是为了这张通行证？对。那如果后续订单没跟上，你会亏。物流不是卖一趟货，是让别人相信你能在最难的时候把货送到。所以你真正想做的不是罐头厂。罐头厂是货，仓库是点，车队是线，点和线连起来才是生意。这个男人要做的不是赚一笔快钱，他在搭一张网，一张别人还看不懂的网。国营车队还没到，路上堵了，省道路段塌方，绕行要4个小时，受灾点等不了。领导，周远车队到了。什么周远车队？就是潞州那支民营车队，他们从城南绕县过去，第1批物资已经送到白河镇。
那条线窄绕难走，我们车队没人愿意走，只有陆舟愿意走。第二批呢，也出发了，谁带队？一个叫徐景川的。谢谢，不用谢，大伙儿能吃饱就行。过去他们是街边修车的、跑黑车的、被人看不起的混混。今晚我们成了第一个把物资送进灾区的人。到地方了，到了，人没事，没事。周子，我现在觉得咱干这事儿比打架痛快。回来以后，车队交给你。啥？以后周远物流你管车。你真信我？我前世就该信你。你说啥？我说，别让我失望。放心，谁敢砸车队，我第一个拎扳手上。前世徐景川确实替我出过头，那一次我以为只是普通打架，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徐景川坐牢背后也有罗志强的影子。景川，这一世，我们俩要风风光光的站在阳光下。周子，你今天咋这么肉麻？砸！罗总说了，一辆车都别留。周子，谁动咱车队？回来，有人砸家。陆老板，罗总让我给你带句话，别以为拿了通行证就能上路。罗志强还真是不长记性。陆舟，谁动我兄弟？又来一帮送死的！兄弟们，关门！前世，这个背影曾经挡在我面前很多次，只是那时候的我不懂，我以为他冲动、莽撞、不成器。后来他入狱，我还怪过他不该惹事。直到2026年，我才在旧文件里看到徐景川那次打的人是罗志强派来逼债的手下，徐景川替我扛了7年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他一个人扛。保安队到了，你们等着，罗总不会放过你们。回去告诉罗志强，以后周远的车他碰一辆，我砸他一间仓库。这才刚有点起色呀！损失能算清。这些人打砸救灾物资中转仓，性质比普通闹事严重。罗志强这次惹错了地方，把损失放大。啥意思？救灾物资、仓储设备、车辆调度延误、工人工伤全都算进去，再把今晚车队送达白河镇的记录一起交上去。罗志强这是自己把刀递上来了，他不是第一次递刀，只是以前我没接住。公有商销款，银行催期，合作方退单，下线。罗总，不好了！刚才市场有人抛货，价格压下来了。谁？陆舟。准备车，去干谁？去钢材市场，砍罗志强第一刀。昨天还是1800一吨的钢材，今天早上已经掉到1600，而我手里压着整整3000吨高价货，那是我用银行贷款、供应商宣账，甚至叶家担保撬来的货，涨我就翻身，跌我就完。罗总，市场还在跌，省外那批低价钢材进来了，几个大户都在抛货。谁发的消息？陆老板，你的车能跑省外线，听说你有救灾通行协调经验，现在钢材压港，谁能运出去谁就是救命啊！我终于明白陆舟想干什么了，他不是来买钢材的，他是来抢运输合同的。价格下跌时，所有囤货节都想尽快出货，谁能把货运出去，谁就能少亏一点。我手里没有库存，所以我不怕跌，我只有车队，钢价越乱，运输越值钱。周远可以跑3条线，涉外5天到，先付3成定金，合同按车结算。我签，我也签，我也签。陆舟，你敢抢我的客户？罗总说笑了，市场生意谁有车谁接单。你别忘了，钢材运输这块一直是我的地盘。你的地盘？那你现在为什么运不出去？车队被查，司机讨薪，谁还敢把货交给他？签吧。周大，光定金就20多万。景川，通知司机，今晚开跑。行。
陆周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弄死我？你还没这个本事。我手里有货，只要价格回涨，我照样翻盘。那你最好祈祷它会涨，可惜未来7天它只会跌。又是这种感觉，他像提前看见了牌。我不相信，可从仓库省到江南电器、华丰机械到这次钢材，每一次他都踩中了。他到底知道多少？尾款什么时候结？罗总，你抵押给我的那批货现在价值不够了。罗志强，再还钱，我明天就去你公司堵门。罗总，输给陆州不丢人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可以借你100万，条件呢？从今天起，你替我做事，或者你明天破产。这一笔签下去，我就不再是老板，而是一条狗。可我更恨陆州，只要能翻盘，当狗又怎样？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，可惜江城太小，他不该挡我的路。顾婉晴，你什么意思？辞职，为了陆州？也不全是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你是我们行最年轻的客户经理，再干2年，复科都有希望。现在你为了一个刚起步的小老板，连铁饭碗都不要。陆州不是小老板，他不就是踩中省道改线赚了点快钱？这种人我见多了，风口一过，摔得比谁都惨。这是我交接的客户资料。婉晴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最近省城海川资本的人来过。秦若海，你知道？这几天银行内部几笔异常授信，罗志强的延期贷款，宏盛仓储的空壳账户，都指向同一个名字秦若海。你既然知道，就更该明白，陆州那点家底儿根本不够秦总看的。所以银行要配合他卡陆州的贷款。注意你的措辞。那我换个说法，银行要提前抽贷，逼陆州地价交出仓库和物流线，对吗？顾婉晴，你太聪明了，聪明人在银行能升得快，但太聪明就容易惹麻烦。所以我辞职。你以为陆州能护得住你？我不需要他护。还有李行长，银行是做风控的，不是给资本当刀的。真辞了？后悔吗？你给我什么职位？财务负责人。你现在的公司账上现金不超过80万，仓库还没修完，车队刚起步，食品厂半死不活。这个财务负责人管什么？管未来。未来的第1份风险名单，你先看看。这些是我能带出来的公开资料和个人判断。秦若海不只是借钱给罗志强，他在通过银行、空壳公司和运输中介，准备围猎你手里的仓库和物流线。婉晴，欢迎加入周远物流。工资多少？现在不高，以后呢？你自己定。陆总，画饼是老板基本功吗？不是画饼，是提前让你看见饼在哪儿。顾经理，你等等！听说你跟陆州关系好，你帮我们说说，让他给我外甥安排个工作。陆州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以前有点误会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一家人？对，一家人。我可没有在我妈手术室门口抢仓库的一家人。婉晴，我们走。你看看他现在多狂！那你必须把他弄回来。周子，我非得站前面。以后车队你管，你不站前面谁站？我怕我丢人。许队长，你现在可是管12辆车的人。老周，你别埋汰我。营业执照、仓储备案、运输合作协议都齐了。前世我的公司叫周海资本，那是后来被罗志强和叶曼宁联手吞掉的名字。这一世我不用那个名字，周远，一叶孤舟也要走到更远。这不是终点，只是第1块地基。陆总，要不要讲2句？周远不养闲人。哪有老板开业第1句这么说的？但只要认真做事，周远不会亏待任何人。司机按趟结算，准时发，工人季线加奖金，就在那几趟，所有参与的人今天补发双倍补贴。真的？你咋没跟我说？你也有。这笔钱发出去，账上会起。钱发出去，人才留得住。哎呀，陆州啊，开业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不通知家里人？就是，都是一家人。陆州现在出息了，可不能忘了亲戚。你表舅家的小儿子，能吃苦。你这不是开物流公司了吗？给他安排个经理当的。经理？车队经理也行，我不挑。还有你三姨，会算账，让他管财务。说完了。陆州啊，做人不能忘本。没有我们叶家当初那座仓库，你能有今天？你说的对。所以没有你们当初看不起这座仓库，我确实拿不到的。周远招人只有一个标准，当初没踩过我父母的人可以谈，当初在医院门口骂我爸妈穷命的人永不录用。陆州，你别做太绝。保安。什么？
曼妮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。陆舟，我只是想来祝你开业。祝完了，可以走了。原来那个曾经围着我转的陆舟，真的不在了。有个消息，说，大学城附近有个电脑房，最近在找小额投资，负责人叫沈燕。沈燕，前是国内互联网物流系统最早的底层架构师之一，只可惜他被资本骗走代码，后来销声匿迹。备车去哪儿？大学城，去买未来。这地方能有未来？你确定要投这里？这写的啥？上机1块5一小时，包夜8块。游戏机在左边，别碰我这台。你这个消息对猎会毒。你懂代码？我不算懂。那你装什么？你小子怎么说话呢？你把在线状态和消息摄取绑死了，用户少没问题，超过1万人同时在线，系统就会崩。这是我昨晚才发现的隐患，还没告诉任何人。你到底是谁？陆舟，没听过。周远物流陆总，你没听过？我只听过服务器催费，欠多少？3800。还有呢？房租、电费、机器维修、合伙人撤资。你调查我？不用调查。你这地方缺钱2个字写在墙上。这话太直接。缺钱也不卖代码。前世沈燕缺钱签了不平等协议，源代码被拿走，人也被踢出去。这一世他已经被伤过一次。我不买代码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投资你。投多少？50万。多少？柱子，50万。你知道我这东西是什么吗？知道。那你说，你想做一个能让人在线聊天、传文件、加好友的工具，现在它只属于学生，以后会连起更多人。只要人聚在这里，消息、服务、订单、信息都能从这里开始。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？未来，你耍我？你可以当我是疯子。我愿意出50万，不要你的代码所有权，不要你的技术一票否决权。我只要未来公司49%的股权。这条件不像普通投资人，普通投资第一句话就是要控制权，陆舟第一句话却是尊重技术权。你不怕我拿钱跑了？怕。那你还投？因为我更怕你被别人骗走。我给你钱是让你继续把这东西做下去，你不用低头。我可以接受投资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技术方向我说了算，代码所有权不能归你个人。如果你以后想把我踢出去，我宁愿现在就可以。你不讨价还价，真正值钱的人不该被压价。那就试试。泡沫比我想的更近，星火要活，不能只靠烧钱。沈燕，考虑的怎么样？我们老板说了，3万块买断你全部代码。秦若海的手伸得比我想象中还快。你谁啊？告诉秦若海，沈燕，我投了。星火网络也姓周远了。物流、食品、仓库之后，第4块版图正式点亮。你真不控股？你拿50万出来，就为了让我继续说了算？你小子还怀疑啥？50万呢？我修车修到手断了也挣不了这么多。我被人骗过一次，我知道。你又知道？半年前，你合伙人拿走一版代码，转头卖给了省城一家软件公司。你想告他，可合同里没有代码归属，最后只能吃哑巴亏。谁告诉你的？未来告诉我的。陆舟，我没心情听你说疯话。那我说点不疯的。我投的不是电脑房，也不是你现在这个聊天程序，我投的是入口。以后所有上网的人都需要一个身份，一个好友列表，一个能随时找到别人的窗口。聊天只是开始，再往后是广告，是游戏，是邮箱，是支付，是企业办公，是货物调度。你为什么选我？因为你现在最穷。穷到还没学会向资本剃头，穷到还保留着技术人的傲气，穷到有人递一口饭，你就敢拿命来还。我确实穷，穷到服务器明天就要被停，穷到房租拖了2个月，穷到我昨晚还在想要不要把最后一版代码卖掉。我还有一个条件，说公司以后无论融资都多少轮，我的技术一票否决权不能被稀释。这条件很硬，对投资人不算友好。可以，
你不再考虑？真正的技术公司不能让不懂技术的人掌方向盘。3年，互联网泡沫，这不是一个轻松的未来。钱什么时候到账？明天上午第一笔20万。先把服务器救活。你这玩意儿真能赚钱？现在不能。不能赚钱，你投50万。现在不能赚钱，不代表以后不能。有些东西得趁别人看不懂的时候买。陆周，下个月初8，我和志强结婚，你会来吧？当然来，我会送你们一份大礼。他什么意思？嫁给罗自强还特意来通知你，恶心谁呢？这个罗志强现在不是一堆债吗？还办婚礼？盛华大酒店江城这2年最贵的婚宴厅，按他们定的规格，至少要8万。罗志强都快被人追债追到裤衩没了，还有钱摆阔？不是他的钱。你查到了？这是这几天我让锦川跑出来的债主资料。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一家建材商，金额12万，用途写着盛外钢材运输预付款。可这笔钱到账第2天，罗志强就给盛华大酒店付了婚宴定金，拿客户的钱办婚礼，他真敢啊！这就是突破口。罗志强现在靠秦若海续命，不是真的活过来，他只是把窟窿往后挪。那婚礼当天你要做什么？送礼。送多少？1块钱。够狠！你不只是想羞辱他吧？羞辱没意义，我要在他最得意忘形的时候，让所有债主一起看见他的钱去哪儿了。陆总，叶老太又来了，他还敢来？陆周啊，曼妮结婚是大事，你这个前夫也该体面点儿。所以，我们也不要你多给8800，图个吉利。你们是不是有病？她嫁别人，让前夫随礼8800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跟陆周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。他是周远车队负责人，礼我已经备好了。太轻！陆周，你这是打发叫花子！不，叫花子至少不会拿我妈手术费逼我离婚。请。你非要让我这么难堪吗？叶曼妮，你结你的婚，我送我的礼，钱少可以不收。可原以为陆周会生气，会失态，也不过是问我愤怒，更让我难受。陆周，志强现在有秦总支持，他很快会翻身。哼，那祝他翻得漂亮。你别后悔。这句话，你留着婚礼当天说。曾经，这个男人的一切都围着我转，现在他有了仓库，有了车队。有了顾婉晴，有了别人看不懂的未来，我却只能拿一张婚礼请帖，试图刺痛他。可刺痛的，好像只有我自己。陆周，没想到你真敢来，一点心意。罗总，礼轻情意重。吉时已到，好戏开场，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我女儿就是命好，离了穷鬼，嫁了老板。曼妮有眼光，那个现在不也来了？肯定后悔死了。罗志强，你拿老子的运输预期款办婚礼，你们干什么？今天是我婚礼，你还知道是婚礼？欠我们钱的时候，你说资金周转，转哪去了？转到酒店来了。刚才尾款26万，原料款8万，运输预付款12万，还有我这边的抵押件款。对，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吧？别听他们胡说，胡说！盛华酒店的定金就是从我预付款账户转出去的。罗志强，今天你要么还钱，要么这婚别办了。拿客户的钱办婚礼，这不是诈借吗？叶家不是说嫁了大老板？你们胡说八道！志强是大老板，怎么可能欠你们钱？大老板，他股票账户被套，刚才仓库被查，车队被抢，早就是空壳了。什
是你，陆周，是你把他们叫来的。罗总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婚礼办得这么热闹，债主想来沾沾喜气也正常。罗总，今天这么热闹，怎么不等等我？秦总，各位的钱，今天我替罗总还。不过，诸位也要给我秦某一个面子，今天是大喜日子，别闹得太难看。我就说嘛，志强认识的都是大人物。钱我替你还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手下了。笑，新郎官别让人看笑话。秦若还不只是救他，是在当中受狗。罗志强没用，但一条疯狗，秦若海还能拿来咬人。陆先生，年轻人手段不错，秦总也不差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做生意？跟你还是跟你养的狗？陆周，江城很大，你吃得太快，容易噎着。那就不劳秦总操心。秦总，要不要动他？不急，他现在最值钱的不是仓库，也不是物流，是他总能提前一步。我要知道，他到底凭什么？周子，咱真要买地？买哪块？桥头那个？不，这地方一下雨就积水，旁边还是荒沟，你买它干啥？养王八？从现有规划看，这块地价值不高。就他。 10万、25万、25万、50万、停！这帮人真有钱。有钱不代表会赚钱。城东3号地起拍价48万，那块水洼子也拿出来卖，买回去种莲藕吧。48万，有没有人出价？48万。这不是周远、陆聪，他买这块烂地干啥？秦总，要不要抬一下？60万、 70万、 90万，他故意的。秦若还在试你。 100万、150万，一块没人要的低洼地，竟然被抬到150万！不跟了。啊！150万一次，150万2次。不对，陆周太平静了，他不是被逼退，更像是故意让我吞下去。撤牌！秦总，已经降价了。因为流程争议，这次出价作废，拍卖重新回到100万，101万，成交！吓死我了！你刚才是故意让他以为自己被你套住。秦若海这种人最怕自己看不懂，他不怕花钱，他怕花钱买错。陆总，好胆量；秦总，好谨慎。那块地我看不出价值，所以它属于我。陆周，运气不会永远站在你那边，那就看谁先用完。他又提前知道了。秦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是，有3个项目是，我要看看他那双眼睛到底能看准几次。太巧了，这玩意儿我看着都挺赚钱，会不会真是机会？大学城科技孵化楼这个，如果真能拿到低价场地，对星火有好处。我建议先不看项目，查人。对。果然是秦若海。那这个冷链呢？不对，秦若海不是要让我投资，是要让我看。陆周，第3份别动，这份我刚才查了一下，大学城确实有旧楼改造计划。怎么了？今天3次，用完了。3次？秦若海故意的，他在测试我的判断方式。这姓秦的真阴！陆总，不好了，银行来了通知，所有银行同时要求重新评估周远贷款风险。啥意思啊？抽贷。如果3天内不能补充抵押或提前还款，周远的贷款会被全部收回。今天已经没了。秦若海真正的杀招不是那3个项目，是让他在危机到来前把3次机会全部浪费掉。怎么办？
服务器尾款明天要付。食品厂那边第2批原料款也到期了。很好，这还好。秦若海以为我没了真实，就看不见路。今晚不靠真实，把所有账本搬过来。婉晴，查练金流。是。景川，连夜收账。收到。你能卖的广告位今晚全部卖去。周厂长，库存重新盘点。我这就去。秦若海要看我慌，那就让他看一场假戏。除了合同、账单，就是欠款、应收款和贷款通知。账上现金27万，未来3天应收款43万，但不确定能不能及时到账。银行要求补充抵押至少80万。这不就是缺钱吗？不是缺钱，是对方故意让所有钱同时到期。我这边能先卖一批广告位给大学城培训机构，但最多回款5万。库存还有2车罐头，明早能发，但批发商压价。秦若海的目的不是立刻弄死我，是逼我卖资产。只要周远露出资金缺口，秦若海就会以救命钱的姿态进场。所以不能求钱，要让秦若海以为自己已经把周远逼到墙角，然后让他提前收我。我们先漏一个漏洞。什么漏洞？城东地洼地。那不是你刚拍下来的宝贝吗？所以秦若海会信。放消息出去，就说周远资金紧张，准备转让城东地块，引秦若海出手。银行要的不是我们还钱，是风险降低。如果我们能拿出新现金流合同，可以暂缓风险评级。今晚去收运输款。这3家已经逾期，但还没坏账。行，讲道理我不太会，堵门我熟。不打人。放心，我现在是许队长，文明讨还。星火网络页面，校园聊天室冠名权的交易合同，您这边可以签了。联系批发商，把库存罐头一律降价换现金。还不够，但足以喘一口气。银行那边我去谈。不急，先等秦若海出手。收到消息，潞州的城东地块准备转让了，撑不住了。要不要买？让盛达置业去谈，价格压到120万。潞州100万拿的地，短短几天赚20万，他会心动的。如果他不卖，那就继续抽贷。我倒要看看他能撑几天。顾总，我们提出120万收购城东地块，价格太低。顾总，周远现在什么情况，大家都清楚，现金比未来更重要。找到了。盛达置业表面和秦若海无关，但他的上游借款来自海川资本控制的一家财务公司。有了这条线，就能证明秦若海借抽债压价收购资产。还不够，让他再多打点钱进来。你要让他以为自己快赢了。对，人快赢的时候最容易放松。本行商讨决定，同意暂缓抽贷7天。他怎么撑住的？盛达那边说潞州愿意谈，但还想加价。贪心，再加30万，我要他那块地。陆总，签吧。盛达答应160万。周子，真卖啊！那块地我虽然看不懂，但我知道你看中的东西肯定不会差。不卖。那你让人家答应干啥？让钱动起来。盛达为了拿地，向海川旗下财务公司借了一笔短差，这笔钱刚进盛达账户。财务公司的钱来自一笔银行过桥贷款，担保方是罗志强名下的钢材仓库。继续。罗志强不是快破产了吗？他还能担保？所以问题就在这里，他的仓库已经被查封过一次，库存价值不足，却还能做担保，这说明银行内部有人配合秦若海做虚假风险评估。够了，现在交出去？不，还差最后一刀。陆总，不卖了。你耍我们？你们拿违规资金来买我的地，到底是谁耍谁？江城这些民营老板大多数都很像，起步时胆子大，
赚到一点钱后，以为自己能改变命运，等银行抽贷、供应商催款、合同违规一起压上来时，又会哭着求资本救命。秦总，盛达那边说潞州松口了，他愿意卖城东地块，但要160万。果然，让盛达答应，160万比他拿地价高不少。如果那块地真没价值，这点钱不算什么；如果有价值，那更不亏。重要的是，我要知道潞州为什么看中。婉晴，放出消息，周远明天上午签城东地块转让协议。明白。潞州还是年轻，秦总出手，他撑不住也正常。不，他比一般人聪明，所以更要趁早暗死。秦总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盛达的短套资金被查了，还有罗志强刚才仓库担保问题也被银行追查。秦总，你们海川资本最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一笔风险资金会通过3层公司流向土地收购？我终于明白，潞州从头到尾就没想卖地，他是在等自己把钱打出去，等资金链条浮出水面。这不是被围猎，这是反性冲击。潞州，秦总，罗志强那边怎么办？段伟，把所有问题推给罗志强，就说是他用虚假仓库资料骗取担保。我小看潞州了，但棋还没输。罗志强这颗棋子本来就是可以丢的。秦总，你不能这样！罗总，做错事总要有人负责。你放心，你进去以后，你太太我会照顾。志强，怎么了？你也别想干净！我要见潞州，求求你让我见他！这不是陆总前妻吗？听说她刚嫁给罗立强没多久，怎么跪这儿了？周子，叶曼妮跪门口了，让她回去。她不走，雨这么大，再跪下去真能晕。潞州，救救我！罗志强让你来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来的。他要跑，他说所有债务都会压到我身上。我不知道他拿我的名字签了那么多担保。潞州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当初你们怎么坑潞州的时候也是不知道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我们毕竟夫妻3年。又是这句话，夫妻3年，前世这4个字是他一次次拿来捅我的刀。潞州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爸妈是厂里的穷工人，你自己1个月工资不到300，你拿什么给我未来？曼妮能跟你过3年，已经是你陆家祖坟冒险。叶曼妮，你当初用我妈手术费逼我签字的时候，也记得夫妻3年吗？你拿我当垫脚石的时候记得吗？你和罗志强联手逼我净身出户的时候记得吗？你今天跪在这里，只因为罗志强不要你了。潞州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前世我曾无数次幻想叶曼妮认错，可现在我只觉得疲惫。顾婉晴，把罗志强债务资料给他一份。你愿意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让你看清楚，你嫁的是个什么东西。这些资料可以证明，部分担保你是在不知情情况下签署，你可以拿去报警，也可以交给律师。潞州，别再来了。你以为前世只有罗志强害你吗？我最近总做梦，梦见你从很高的楼上掉下去，梦见好多记者，梦见你公司门口贴着封条，梦见一个姓周的男人站在罗志强身后。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梦，可我记得很清楚，2026年那场破产不是意外，罗志强只是棋子。叶曼妮也梦见了前世，还是有人故意让她记下来。潞州，你以为你重来一次就真的赢了吗？我不敢回罗志强那里，他疯了。说你梦到的。我梦见一个很大的会议室，你坐在主位上，桌上有很多文件，罗志强站在你旁边，我也在。那是2026年周海资本最后一次董事会。你很生气，你说他们骗你签了对赌协议。罗志强说商场上没有兄弟，我把一份授权书递给他。那份授权书，前世我到死才知道是叶曼妮偷改的章。继续。后来你公司被查，银行抽贷，媒体说你非法集资，你父亲在医院门口被记者围住，气得吐血。说，你母亲跪在公司门口求他们别逼你，可没人理他。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冷静，可听他亲口说出来，胸口那团火还是烧得喉咙发苦。
姓周的人是谁？我看不清，他总站在阴影里。罗志强很怕他，秦若海也听他的。周百年，你知道？我在银行时听过这个名字，外资基金代理人，近几年一直在沿海布局。他不直接收面，喜欢通过本地资本做局。我梦里听见罗志强叫他周先生，他说陆周太碍眼了，让他死在寨里，别死在刀下。真是只眼第一次给出信息不足，说明周百年此时还藏得很深。这是我梦醒后在罗志强旧箱子里找到的，是他，周百年。前世我从未注意过这个角落里的人，原来从那么早开始，这个人就已经在我的局里。陆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梦见这些，但我觉得有人不想让你赢。你想要什么？什么？我想活。罗志强会杀我，秦若海也不会放过我。我不会收留你。叶曼妮，前世的账我还没跟你算，今生这点资料买不了原谅。陆周，我真的也记起全部前世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不会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自己当初选择的人一个个输干净。陆周，别怪我。我梦见你从楼上掉下去了，陆周，那不是普通的梦，对不对？你还梦见什么？我梦见一份合同，白色封皮，上面写着周海资本债务重组协议。还有，我梦见一个酒店房间，罗志强跪在地上求周比年救他，周比年说只要陆周死，债就能活。债就能活？债务转移。前世我死后，周海资本债务被重组，核心资产被低价拆分，罗志强、叶曼妮、秦若海都只是拿到一部分好处，真正吞掉大头的人是周百年背后的外资基金。还有这个，这张照片不该现在存在。1998年，不可能有2026年的彩色照片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什么叫时间回响？这不是你该问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每天都梦见你死，梦见我害你，梦见罗志强笑，梦见周百年站在背后，我是不是也重生了？严格来说，叶曼妮没有重生，她没有完整记忆，她只是被某种力量撕开了前世一角，而这可能不是偶然。有没有可能是周百言故意刺激他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如果周百年也知道前世，或者掌握某些异常信息，他让叶曼妮记起一部分，不是为了帮你，是为了扰乱你。你们的意思是，我只是他的工具？你前世也是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单独联系任何陌生人。你要保护我？不。我是在保护线索。叶小姐，我老板想见你。Baywell Capital 外资基金。陆先生，我老板也想见你。你老板是谁？周百年。陆总，我们上辈子是不是见过？ Baywell Capital 表面是外资咨询机构，实际上参与过不少本地企业重组。说是投资，最后多数企业都被拆分卖掉。我知道，前世周海资本就是这样被拆的，先是战略投资，再是对赌协议，然后是抽贷、舆论、债务重组，最后公司死了，资产活了，活在别人账上。陆总，赏脸来，我很高兴。周先生邀请，我总要看看。听起来陆总对我有戒心，做生意谨慎点好。不过太谨慎也会错过机会。Baywell愿意投资周远，第一期2000万。2000万？现在的周远账上连200万现金都没有。2000万？
什么呀？可转债，国际通行方式，强制回购，业绩对赌清算权，重大事项一票否决。周先生，这不是投资。顾小姐很专业。周先生，2000万很多，对现在的周远来说应该不少。可惜我嫌脏。陆总，这是拒绝，你不再考虑？我怕签了以后周远姓周。不至于，至不至于，你比我清楚。顾小姐需要更大的平台，沈燕需要服务器，徐景川需要车队扩张，周大海需要生产线，每个人都有价格。你放屁！周先生说错了，人可以有价格，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卖。陆总，你会发现，忠诚是最昂贵也最脆弱的东西。你不签，会有很多人替你签。走吧。周先生，潞州不好啃，越不好啃，说明骨头越硬。下一步，让他的人先感觉到缺钱，尤其是车队。他要动内部。他已经动了。喂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再说一遍。周子，咱新买的20辆货车手续被卡了。周百年的第一刀落在了物流线上。你们陆总呢？马上到。周子，我还是觉得别扭，以后要习惯。我还是喜欢翻手，翻手也带着。文件都准备好了，按名单发。你确定现在就分股权？现在分才值钱，等值钱了再分，味道就变了。我知道他不是一时大方，他是在防着那些人。只要核心团队只是打工人，外部资本就能用更高价格挖走。但如果他们都成了周远的一部分，再动他们就没那么容易。几个月前，这里还没人相信周远能活。有人说我淡破仓库当宝，有人说我炒股是赌，有人说民营物流跑不长，也有人说互联网只是大学生玩具。今天，周远物流、周远食品、星火网络、周远地产将统一并入周远集团。我希望从今天开始，大家记住一件事：周远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所有扛过雨、搬过货、熬过夜、守过账的人一起撑起来的。3%，周子，这不行！怎么不行？我就开车带队，哪值这么多？你值。前世徐景川也是这样，别人抢钱，他怕给我添麻烦；别人争权，他只想替我挡刀。拿不住，我帮你拿。徐景川，从今天起，你不是给我开车，你是周远物流的负责人。星火技术一票否决权还算吗？写进集团章程了。那我没问题。我以为这辈子只能看着罐头厂倒闭，以后你要看的是他开分厂。周先生，潞州把股权分下去了。聪明，他知道我要挖人。那还挖吗？不挖，封。喂，什么时候？咱们车队在高速口被拦了。在哪个口？封条上写的什么单位？所有车都贴了封条。周远集团成立第一天，第一刀来了，来得好。这是谁干的？凭什么封车？
接到举报，周远部分车辆存在资质不全、超范围经营问题。我们的手续都是齐的，有没有问题？查完再说。景川，别冲动，他们就是故意的。我知道。理由很模糊，他们不是要罚款，是要停运。停一天咱就亏一天，他们图啥？不是图这点钱，他们要逼我们错过互联网关键融资窗口。星火网络这几天刚谈下一批校园推广合作，服务器扩容、广告预售、用户涨都卡在这一周。周远物流的现金流一停，星火那边就会断供。这姓周的真阴。备用方案：铁路货运。我之前做风控时接触过铁路代贸，价格高，手续慢，但能绕过公路封锁。咱之前怎么不用？因为贵，但现在不是算小账的时候。启用。那我的车队怎么办？他们说资质不全，我们就把所有手续摊开；他们说超范围经营，我们就让合作单位出证明；他们要拖，我们就把救灾通行、白河镇送达记录、政府合作文件全部拿出来，再让媒体知道周远是曾经第一个把物资送进灾区的民营车队。他们想在暗处封，那就把事情放到明处。服务器扩容款今晚必须到账。对方说明天0点前不到，新增用户线路就断。还能撑多久？12小时。用户呢？涨得很快，快到我们现有服务器上线了。铁路货运已经开始走，但回款要晚一天，账上现金不够，同时付服务器和车队解封保证金。先付服务器，我这边还能拖。车队也要救。周子，我说过，周远不丢任何一条线。还有一笔钱。哪笔？食品厂2期设备定金，可以暂缓。先救星火，设备晚几天没事。服务器先撑住，车队这边我来。周先生，周远把所有证据提交了，同时铁路备用运输开始跑通第1单，顾婉晴提前准备的。铁路，这个女人比我想的有价值，那就换目标，星火服务器。终于赶上了。陆舟，服务器被黑了。我知道了。不是普通攻击，对方知道我们的结构。能不能直接拔网线？拔了用户就真没了。我不懂代码，但我知道人。如果对方知道结构，要么是内部有人泄露，要么是曾经接触过星光服务器的人动了手脚，不一定在员工名单中。他们在删用户关系链，如果关系链丢了，星火就完了。备份呢？本地备份也被污染了。离线备份有，在哪儿？昨晚手动拷过一份，但只到凌晨2点。先保住他，别动。你知道硬盘在哪儿？是刚刚指了。不是他。也不是他。3次用完，但答案出来了，不是员工，是维修记录。最近谁来修过机器？就我啊！想清楚。等等，前天晚上有个赞助商派来的技术员，说是检查广告统计接口。哪个赞助商？启明电脑培训。启明电脑培训，星火首页广告客户之一，投资方背景海川资本外围公司。又是秦若海？不止，那个人碰过什么？广告统计接口，还有服务器权限脚本。他不是来投广告，是来埋钩子。我能反查，他们想删我们的用户关系链，我就顺着他们的脚本回去。会不会暴露？都骑到我脸上了，还藏什么？坐。抓到了。Bainwell Capital， 周百年。不是秦若海，是那个姓周的。秦若海是刀，周百年是握刀的人。保
住了，吓死老子！周百年已经直接出手了，说明星火比他想的更重要。我要重构全线系统，服务器备份、广告接口、用关系链全部拆开，需要多少钱？很多。给，今晚之后，星火不再是试验品，它是战场。他们为什么盯上我？不是盯上你，是盯上未来。93天。我们现在不需要盈利，只需要用户。只要用户够多，资本自然会给我们估值。不赚钱还这么激动？现在资本看的是故事，故事也能换钱？能。前世不只是1998，往后20多年，故事一直能换钱。只是故事讲到最后，总要有人买单。下面有请星火网络创始人沈燕上台介绍校园即时通讯平台。这是我连夜写的融资计划，服务器扩容、校园推广、广告系统、企业通信接口，每一项都很实在。沈先生，你们的用户增长预期太保守，为什么不把融资规模做到500万？我们现在用不了那么多钱。互联网公司还嫌钱多，你这样太小家子气，烧钱换市场才是打法。我终于明白陆舟为什么不让我单独来了。这些人不是在投公司，是在找一个能烧起来的火堆。至于火烧完以后剩什么，没人关心。各位，互联网的价值不在现在，在想象空间。谁能最快占领用户心智，谁就能成为未来入口。所以烧钱不是浪费，是买时间。当然，有些企业家喜欢稳，喜欢现金流有错，只是太稳的人往往看不见真正的风口。陆总，周远投资星火网络，是否也准备参与这一轮互联网融资热潮？星火会融资，但不会为了烧钱融资。互联网不是不需要现金流，只是很多人还没被账单追过。用户很重要，但如果每多一个用户就多戳1分钱，那用户越多，死得越快。陆总，你这是传统生意思维，互联网讲的是规模。规模之后呢？星火接下来不盲目扩全国，先做3件事：第一，拿下大学城校园通讯；第二，周远物流内部调度；第三，做企业通讯试点。我们要的是能产生价值的用户，我们要增长，但不要烧完钱以后只剩一地灰。陆总这么保守，不怕错过风口？秦总，上一个被风吹起来的是罗志强。陆总，你似乎对互联网热潮很悲观。不是悲观，是知道潮水退的时候，谁没穿衣服？那你觉得潮水什么时候退？快了。刚才台上那个，你刚才说的，我认同。哪句？用户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昨晚服务器差点死，我算明白了。今天之后，很多投资人都不会喜欢我们。不喜欢也好，喜欢我们的人可能更危险。沈总，我觉得你们思路很稳。我有个小团队做企业通讯插件的，有机会聊聊吗？聊。我们没有拿到最热烈的掌声，但拿到了第一块能赚钱的拼图。他不跟着风走，那就让风把他吹倒。要用浪。我知道接下来的3个月会死很多公司，也会诞生真正的入口。而周远要做的不是站在泡沫顶端欢呼，而是在泡沫破裂之后，捡起那些被低估的未来。这帮写报纸的懂个屁！星火网络这几天用户还在涨，可外界估值却跌了，因为所有人都在讲烧钱扩张，只有陆舟让我停下来，转向校园通讯、企业通讯和物流调度。在资本眼里，
这叫错过风口；在团队眼里，这叫看不懂。陆总，我们当初投周远是看中你判断准，可互联网这件事儿，你是不是太保守了？现在外面都在抢用户，星火却开始做企业通讯，大学生聊天软件非要跟物流系统绑在一起，谁看得懂？我不想等泡沫破了，我现在撤。你们当初分钱的时候怎么不撤？现在外面骂两句你们就跑？坐下。要撤，可以。啥？咋不按套路？什么操作？我还想坐地起价呢。陆总，你不再考虑？按协议回购。早期股东退出条款很清楚，按最近一期净资产计算。陆总，你这是卸磨查驴！驴在拉磨的时候我才会喂草，磨还没拉完就想跑，我没义务拿金子送你。陆周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的不会是我。如果他们出去乱说，会影响星火。已经影响了，星火短期估值至少跌30%，那不还是亏？谁说我们缺估值？公布现金储备。咱账上这么多钱，周远现金储备足够支撑24个月，即使星火不融资，也能正常运行。如果互联网泡沫剥裂，我们还能拿出一笔资金收购低价资产。陆周不是没死啊？你从投资大会回来后就在准备这个？泡沫没破前，现金是本钱；泡沫破了，现金就是刀。周远没有资金危机，反而准备抄底。24个月，我以为陆周停止烧钱是因为不敢，现在才知道陆周不是退，是在等。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这下好了，咱手里有钱，等那些公司烧垮了，想买啥买啥。接下来我先把企业通讯功能做扎实，等他们烧不动了，我们再扩张。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产品做好，用户留存做好。不过还有个问题，周百年投资的那个社交软件，现在用户量已经超过我们3倍了。虽然留存低，但声势很大，很多商家都愿意和他们合作。声势大没用，等他们的钱烧完，用户自然会走。我们现在只要抓住企业客户和校园用户这2个群体，粘性最高，是我们的基本盘。喂，什么？省分联要和我们合作搞供应链金融试点，和我们又合作给中小商户做信用贷款。这是好机会，我们的支付系统终于可以合规化了。供应链金融啥意思啊？意思是以后我们不只能送货，还能给司机和货主放款，解决他们资金周转的问题。那太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货主拖运费的事儿了。上个月这家公司还在开融资发布会，估值几个亿，现在说倒就倒了。我们整理了20多家有核心技术但资金链断裂的公司，其中有3家做即时通讯底数，2家做物流大数据的，还有1家做支付安全的。先去支付安全那家，他们的技术师团队是国内早做线上支付安全的，刚好补我们的短板。你们是来收家具的，你们的技术我很看好，我可以给你们资金，保留你们的技术自主权，条件是加入星火，一起做国产支付安全体系。你不裁人？不要求我们改方向？不裁人，方向也不用改，你们缺的只是钱和落地场景，我这里都有。我们找了10几家投资人，都嫌我们技术太底层，变现慢，没想到你竟然看得上。底层技术才是核心竞争力，那些花褂子烧完就没了，只有技术是自己的。你们很多人都觉得互联网的冬天来了，觉得自己生不逢时，但我想说，冬天才是真正做技术的好时候，没有热金烧，大家才能沉下心来做真正有没有价值的东西。有整个周远物流的支付场景，你们的技术不再是空中楼阁，而是可以实实在在落地服务成千上万的人。接下来要做的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即时通信系统、支付安全系统、物流调度系统，不用看外国人的脸色，不用被资本牵着鼻子走。我说过，烧钱烧出来的用户留不住。境外投资机构 Bainwell Capital 投资多个互联网项目宣告失败，亏损超过2。姓周的这下亏大了。周百年不会这么容易认输的，他亏的是外资的钱，不是自己的，肯定还会想办法找补回来。没错，我查到百年最近在接触国内的芯片公司，好像想布局半导体行业。半导体，刚好，我们的物流调度系统、支付系统都需要大量芯片，现在用的都是进口的，成本高，还容易被卡脖子。对，我们的服务器芯片一直依赖进口，要是能自己做，不仅能降低成本，还安全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互联网和物流，还要做自己的芯片。互联网的冬天却是周远的春天，他们在冬天埋下的种子，将来会长成参天大树。周先生，我们投资的互联网项目基本都亏完了，总部那边已经在问责了。一群废物，那么多钱砸进去，连个水漂都没打出来。周先生，
查到了，陆州抄底了所有倒闭的优质技术团队，现在他们的技术实力已经超过我们了。陆州，又是陆州，他是不是我上辈子的克星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总部那边催得紧，互联网这边我们输了，换赛道。芯片行业现在国家政策支持，而且国内技术薄弱，我们有外资的技术和资金支持，肯定能抢在陆州前面。对，陆州现在刚布局，肯定跟不上我们的速度。这一次，我要让陆州永无翻身之地。我先给大家算一笔账，我们现在每年进口国外芯片总成本超过5个亿，而且经常被国外厂商卡脖子，供货不稳定，价格说涨就涨。没错，现在国内的民用芯片几乎全依赖进口，人家说断供就断供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我们自己做芯片要花多少钱？要多久？芯片行业是重资产、长周期行业，至少要投几10个亿，5到10年才能看到成果，而且失败概率很高。我们现在账上的现金流加上银行的受限，能拿出20个亿，后续可以通过产业基金融资，资金问题不大。做，必须做。就算花10年，花1000个亿，也要做出我们自己的芯片，不然我们永远被外国人掐着脖子。陆总，你放心，我们这帮老家伙拼了老命也要把芯片做出来。我负责软件适配和应用场景，我们的物流系统、支付系统、星火通讯全部优先适配国产芯片，给我们的芯片提供足够的落地场景。我负责供应链和生产协调，需要什么设备、什么材料，我就算挖地3尺也给你找来。我负责资金和政策申请，保证钱和政策都到位。成了，我们的第1版原型芯片测试通过，性能达到进口同类产品的70%。虽然性能还差一点，但我们的物流调度终端对性能要求不高，完全可以先用起来，边用边迭代。对，先装车测试，收集实际使用数据，快速优化。不好了，周百年那边宣布他们的芯片研发成功，性能比我们高20%，而且已经拿到了政府的大额补贴，还要和国内几家大物流公司合作。不可能，我们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进度，他们不可能这么快。假的，他们公布的参数比国际最顶尖的芯片还高，现在的技术根本做不到，肯定是造假骗补贴的。周百年这是想抢在我们前面，先把市场和补贴占了，把我们急死。我查到了，他们根本没有量产能力，公布的测试数据是篡改的，就是为了骗投资和补贴。我们不跟他炒参数，直接上实车测试，把实际运行数据公开，真金不怕火炼。我们的芯片性能世界领先，远州的芯片性能只有我们的70%，根本没有商用价值。有些人就是不自量力，以为砸点钱就能做芯片，简直是笑话。测试开始。既然做的是物流行业芯片，总要模拟各种路况，高速、山路、高温、低温、信号弱的地区，才能看出数据的稳定性。远州1号芯片全程运行稳定，数据传输准确率100%，功耗比进口芯片低15%。另外一款芯片在山区信号弱的地方出现3次数据丢失，高温环境下运行不稳定，功耗比远州1号高30%。周先生，芯片是做出来的，不是吹出来的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这事儿没完。我就知道，我们肯定能成。现在已经有10几家物流公司跟我们签了采购协议，远州1号芯片马上就能量产了。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下来了，还有税收减免政策，远州1号量产的资金全部到位了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前世被外国人卡脖子的痛，这一世我要彻底补上。还有一件事，测试过程中发现周百年数据造假，监管部门正在收集相关证据。陆州，我看到新闻了，你们的芯片成功了，恭喜你！谢谢。我在这边挺好的，过去的事我已经放下了，你多保重。过去的恩怨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要做的是带着周远走向更远的未来。周百年造假、做空、窃密，涉案金额巨大，情节特别严重，我们会马上立案侦查，我们会全力配合调查。周百年这次肯定要进去了。他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是该得到报应了。周先生，
现在怎么办？监管部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完了，都完了。我怎么也想不通，我手里有外资的支持，有那么多资金和资源，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输给陆州？我本以为能轻松掌控一切，成为国内最顶级的资本家，没想到最后输得一干二净。周先生，监管部门来了。周百年，你涉嫌诈骗、非法经营、侵犯商业秘密，现在对你进行逮捕。陆州，我还是输给你了。陆州，你赢了，但我还是不服。如果不是我运气不好，赢的人肯定是我。你不是输在运气，是输在你从来都只想掠夺，只想走捷径，从来没想过实实在在做事。陆总，周百被判刑，周远接下来有什么规划？周远接下来会继续深耕物流、互联网、芯片3个板块，带动更多的国内企业发展，让我们的技术走向世界。想起1998年，这里还是一片废墟，我们差点被罗志强一把火烧光。谁能想到，现在周远能做到这么大？是啊，我那时候还在破电脑房里写代码，连房租都交不起。我那时候还在银行上班，以为陆州是个疯子，拿个破仓库去贷款。我那时候以为罐头厂肯定要倒闭了，抱着陆州的腿哭着说不要拆厂。现在父母身体健康，兄弟在身边，爱人在旁，事业有成，所有的苦难都过去了。重生一次，我不仅报了前世的仇，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，还做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技术，为国家的发展出了一份力，这才是真正的重生。陆总，时间到了，紧张吗？比1998年去银行贷款时好多了。周子，外面人真多，直播信号一切正常。你都多大岁数了，还抱电脑？你都多大岁数了，领带还歪？小周的公司发布会快要开始了。谢谢你啊，姑娘。那我们准备出发吧。下面让我们欢迎周远集团创始人陆州。今天，陆州先生正式登顶华人首富。很多人问我，周远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有人说是物流网络，有人说是支付系统，有人说是星火平台，有人说是芯片，都不是。周远最大的财富是那些曾经差点失去，却最终被守住的人。我的父母，我的伙伴，我的员工，还有每一个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命运的普通人。今天，远州1号芯片正式发布。自多年前周百年落网之后，真实之眼便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。未来呢？未来不用看了，我们自己走。陆州自签了。又在想以前，想起98年的那场雨。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重来一次，走得这么累。不后悔。如果没有那场雨，就没有今天。叶曼妮下午送来了一封信，住院后去了南方，后来一直配合案件调查，这几年过得很普通。信里说他没有脸来见你，只祝你发布会顺利。挺好。我看有些事儿留在过去就够了。周子啊，别一个人在这儿装深沉。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喝汽水？你懂什么？这是纪念。周远开业那天，咱也是喝这个。周子，你说咱这辈子是不是挺值？你这话可不像你说的，我就不能有文化一回？值。周远智能物流系统上线，国产芯片远州1号发布，陆州首富不是终点。